我相信你一定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你听到一句话很爽很有道理，但真的让你去解释，你又很难把它说清楚。直到后来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在一瞬间你突然一拍脑门 shit 我懂了。对我来说，罗永浩的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就是这样的一句话。2个月前啊，我突发心梗，做了心脏支架手术，然后我不得不暂停手上的一切工作，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我做了一个视频，更新了我的情况，然后分享了我的一些感悟，跟我未来更大的一些目标。然后呢，我就收到了以下这样的评论：何必嘛，都要死了还在考虑钱，总想着挣钱不如多活几年，还想着赚钱，哈哈哈哈，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赚啥钱哦？还是没有醒悟，还是贪得无厌。那做 UP 主这么多年，其实我一般不会理会这种极少数的恶意评论，但这几句话没能躲过我的注意力，它就一直在我脑海里转悠，因为他们真的有让我一度怀疑我自己。不过也正是这些评论让我重新反思了自己，让我迎来了那个领悟的瞬间，让我想明白了到底什么是不需要解释的人生，为什么它至关重要。那这些呢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奖品。那今天呢是把他们发放给全世界各地符合成员的日子。那说这个全世界有点夸张，但实际上我们第一批确实是有寄给北美的，有欧洲的，有大陆和台湾的，还有日本的。那我们在各地都有志愿者负责发放，那我负责是北美地区。那我们这个奖品啊只发不卖。我们读书会7月读了一本书，叫做《10倍思维》。那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提到过这本书，因为我想利用宝贵的时间去实现更大的10倍现在的目标。那我希望这本书呢能告诉我如何做到。但有趣的是啊，就是读完这本书后，给我最大印象的并不是那些关于10倍的方法，而是里面那些关于 want 的一个章节，因为他帮我搞明白了为什么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会做出那样的评论。那这本书里说啊，想要实现更大的目标，每个人都需要跨过心中的一个坎，那就是你需要从一个needer 变成一个 wanter。他说啊，这个世界分成2种人，一种是需要者 needer， 另外一种叫做想要者wanter。那 needers 呢，它有3个特点。首先啊，他们信奉匮乏主义，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财富是有限的，机遇是有限的，人生的可能是有限的。正是因为如此啊，他们的第2个特点就是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是一个零和游戏。就是当一个人获得资源和机会的时候呢，一定意味着对他人的竞争和抢夺。于是他们认为啊，就是人的欲望是需要解释的，因为能解释的欲望代表需求有正当性。如果你无法提供一个正当性，他们会给你的欲望贴上贪婪的标签。这是他们的第3个特点。那这3个特点呢，正好戳中了视频开头的那些评论的底层逻辑。他们认为啊，因为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你得了重病，你就获得了一项权利，那就是全世界都欠你的。你可以放弃梦想和追求，放弃对自己和家人的责任，你只需要摆烂享受生活就好了。如果你都快死了，你还想着追求，那就没有什么正当性，你就是贪婪的。你可能觉得就是对这些评论有些过于解读了，那到视频最后呢，你就理解为什么不是。不过我们要知道的是，就是这种 needers 的思维其实很普遍，也很隐蔽。我之前分享过一个关于幸福的视频，那里面讲到，就有段时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员工，我可以利用他人的时间做杠杆了，这让我获得了时间上的自由。然后呢，这个视频下面就收到了这样的评论：把别人的时间当杠杆，翻译一下就是雇佣了别人，可以靠剥削别人得到自己时间上的解放和自由，即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其他人不自由的基础上。你一个人获得的自由，同时可能导致5个人因为直接或间接的被你剥削而造成了他们的不自由。你看到了吗？就是他认为这个自由是有限的，所以世界遵循一个零和游戏。然后啊，他进一步的升华，
当你希望改变这个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点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股反作用力在阴暗的角落里把代价施加到一些你看不到的人身上。那这就是说啊，我追求自由是没有正当性的，所以他一直在用剥削这个标签。那类似的例子啊，我还见过很多。就比如2年前，我做过一个关于 FIRE 和财富自由的视频，就为什么躺平是实现财富自由的第一步。注意啊，这里说的这个躺平不是摆烂，而是积极的去体制化和系统脱钩，做独立个体。然后我就收到了很多这样的评论。楼主说的躺平是建立在绝大多数没有或者无法躺平人的基础上，没有那些人创造的财富，就没有人能躺平。还有人说躺平其实没有跳出这个系统，只是从底部走到了顶部，从被资本利用的韭菜变成了资本的一部分。你看到了吗？这依然是匮乏主义下的零和游戏。他们认为我追求财富自由没有正当解释，所以他们就给出了这些标签：一个伪装成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这哥们儿就是超级利己主义。但是他们都错了，因为他们坚信的匮乏主义是个巨大的谎言。那这个谎言让他们对一切的想要都要做一个正当性的质疑。当你说出我想要自由的时候，他们会问你为什么需要自由。如果你去解释，你就中了他的圈套，因为他们偷换了一个概念。你说的是我想要自由，他们问的是你为什么需要自由。想要不是需要，这就好像《大话西游》里那句著名的台词：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需要吗？不需要吗？需要吗？不需要吗？哎，我是跟你研究研究嘛，干嘛这么认真呢？需要吗？那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你想要什么也不需要理由。敢于说出想要的人，这本书呢管他们叫做 wanters， 他们活在和 needers 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那如果说 needers 活在的世界是一个被匮乏主导的零和游戏，那么 wanters 的世界就是一个富足主义下的无限游戏。那这个世界里主导人们的是想要而不是需要，是创造而不是抢夺和竞争。而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就是这个世界的人生格言。OK， 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足的世界里啊，它不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世界观，而是一个事实。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刚有电话的年代呢，就是人们认为这个电话是不可能普及的，因为当时的电话还有导线，而导线是铜做的，特别的粗，所以呢，这个楼房里如果安装电话的话呢，你的这个导线得穿过一个管道。所有的导线都要集聚在这个管道里，那这个导线呢是很粗的，是铜做的，所以导致它的管道也很粗。那如果每个用户都要安装电话的话，那这个管道呢在楼里的空间是不够的，你光这个导线的管道就可能把所有空间给占据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面临2个选择。那生活在匮乏主义世界里的 needers 呢，会认为那不能每个人都需要电话，你安装电话呢得需要一个理由。那生活在富足主义下的wanters 呢，他不这么认为，他就是想要电话，他不仅想自己安装电话，他还想每个人都安装电话。那这时候 needers 会去问 OK， 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电话？但是 wanters 会说他不 care 这些东西，他想做的就是通过创造让自己想要的世界变成现实。那么回到这个电话的例子啊，那后来呢，人们发现了玻璃纤维可以让这个导线变得很细，这就解决了这个管道不足的问题。再后来，人们发明了无线电话，就彻底解决了这个导线的问题。Thank you。所以啊，在富足主义的世界里啊，wanters 进行的是一场通过创造把想要变成现实的一个正循环，是一个无限游戏。而这种富足世界的事实，从来都是 wanters 创造的，而不是 needers。Elon Musk 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最大的想要者。他想要上火星，想要普及电动车、新能源、自动驾驶，他要让人形机器人走进每个家庭。那经常有人攻击他，为什么地球上还有人饿肚子的时候，却要花钱研究如何殖民火星？为什么不捐出自己的财富去解决贫穷问题？
当然，你可以给伊朗马斯克所有的想要加一个理由，比如能源不够就需要开发新能源，地球可能毁灭，我们需要一个第二家园， Starlink 可以让贫困地区的人连上互联网，想办法脱贫，人形机器人能解决大部分的经济问题。但是彪悍的人生根本不需要解释，这些所有的理由都比不上先行者的一个想要。 People say like, why'd you make it bulletproof? I'm like, why not? 因为想要会带来创造，创造是一切问题的终极解法。有意思的是啊，就是当我们讲科技带来富足这种宏大叙事的时候呢，就是人们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当我们到个体的时候呢，我们却往往会陷入需求者的困境。这是为什么呢？那我们再去看之前那些评论，他们很多都会偏向一种道德角度的批判，把人们的想要评判成贪婪。你可以注意到啊，这些所有的评判都属于是外部标准，这非常符合需求这个词的典型语境。因为所谓的需求往往是外界压力下的一种屈服，就好像这本书里说的 ，needing 依靠的是外在的驱动力，而 wanting 依靠的是内在的驱动力。那 needing 呢是被动反应，而 wanting 是主动创造。比如你饿了需要吃饭，这是生物本能迫使，但是你想要的是不再饥饿。再比如，当一个人选择当一个所谓的螺丝钉，喊出总得有人牺牲的时候呢，这是对现实的无力所迫。但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是自己梦想的生活。再比如，当你嘲笑别人都要死了还想着赚钱的时候，你以为他人是被生命所迫，被贪婪驱使，但是你不知道别人想要的是自由和幸福，而钱是实现自由的媒介方式和结果。把钱与人生的追求和意义剥离开，是一种典型的不成熟的世界观。那这让我想起来我们社群里的一期播客采访，那我的朋友 Amy 呢裸辞创业，但是很多人都劝她，你一个小女生应该去追求稳定，找个人嫁了，不要老想着搞钱。结果她是这么说的。但我觉得赚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能力，就如果你有赚钱的能力，是一个非常让人敬佩的事情。我说我喜欢搞钱，这并不是一个我要避而不谈的事情。自由就是我人生想要的一个关键词。当你擅长的事情是你喜欢的，然后又能帮你赚钱的时候，你可能就找到了那个交叉点。我就说，那可能这个就是我人生未来想要去一直做下去的事情。想要是最大的知行合一，这才是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的终极道理。而 needers 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总试图向外看，从外部找答案，却往往忽视或压抑了内心的声音，不对自己诚实，这是最大的知行不合一。我知道这里有人会说啊，就 UP 主你可够厉害了，竟然把贪婪和欲望美化成知行合一。但我想说的是，很多人其实并不理解什么是知行合一，因为如果一个想要不符合知行合一，它就不是真的想要。首先啊，知行合一代表是对自己的极度诚实，你需要直面和承认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无论你的想要代表的是丑和美，还是善与恶。你不需要给出解释，但是这很难，因为你需要拥抱不安全感和这个过程中全部的困难情绪。其次，知行合一还代表着接受一切，这意味着当你接受了你内心的想要之后，你还要接受它所带来的一切代价，而不仅仅是想要的最终的那个结果。我特别喜欢一本书The Psychology of Money 的作者说啊，这个世界上所有值得追求的东西都是有成本的，那这些成本可以是任何东西，但大多数的时候是压力、焦虑和自我怀疑。人们想要更多的钱或者更大的房子，但是往往忽略了他们的成本。这些成本可能是更长的工作时间，背负一身的学生贷款，担负创业的风险，担心自己的生意会不会失败等等。你可以想要去追求消费主义，买奢侈品，放纵自己的物欲，但同时你要接受它可能带给你在工作时间、健康和自由上的代价。而我想要的是自由和幸福，追求自由幸福的代价就是放弃安全感，接受努力创造所带来的一切成本和风险。Needers 的问题是，他们也想要自由，想要幸福，但是他们不想付出这些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当 Wanters 喊出想要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了威胁，他们要去攻击那些喊出想要的人，去捍卫自己的安全感。这本书里说，需要是被安全感所驱使，而想要是对自由的追逐。
其实如果一个人真的想要去摆烂，你就摆烂好了，不需要解释。但是他们无法诚实的面对自己，接受自己的底色，这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代价。所以他们只能躲在 needers 的世界里，等待一个解释的到来，为自己的摆烂提供正当性。那这个理由可以是疾病、体制、社会、运气以及原生家庭等等等等。这就是为什么说出自己想要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勇气，它更需要知行合一，它不是简单的贪婪就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不需要解释的人生是彪悍的人生。两个选，我这个好像歪了，好像是，是不是真的贪得无厌？贪得无厌。所以啊，在富足主义时，有意思的是OK， 感谢你能看到节目的这里。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标志着我从生病后的正式回归。那虽然我1个月后还要去复查，去看病情的发展，但对我来说啊，无论结果如何，生病这件事儿对我来说算是结束了。这是因为我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会和疾病长期共存。那我想要的追求不会因为疾病而改变，因为这才是我的自由，我生活的意义。摆烂不属于我，这是我的知行合一。但谈到知行合一啊，熟悉了我的观众都知道，我经常在频道里提到这个概念。我甚至说呢，知行合一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是因为在10年前啊，我人生迷茫的时候呢，它给了我答案和平静。而在这次生病的经历中呢，知行合一又一次给我带来了力量，帮我走出低谷。那这个月呢，在我们一口新饭的社群，我们8月份的社群主题是向内看，知行合一。那我希望知行合一也能给大家带来力量。我们会去共同的去读这本王阳明的传记，去向内看，去做出自己对知行合一的理解。那我推荐大家也去看看这本书啊。当然如果你感兴趣，也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好，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支持，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